歡迎收睇每日焦點新聞。聯合國安理會展開會議，商討北韓近期多次試射彈道導彈，包括喺本週初次試射長程彈道導彈飛越日本，令到地區緊張局勢升溫。中國駐聯合國副代表耿爽呼籲恢復對話，緩和朝鮮半島緊張局勢。烏克蘭軍方喺南部同埋東部反攻都取得進展。總統澤連斯基表示，續前一日喺赫爾松重新控制部分戰略嘅要地之後，烏軍再解放當地另外3個嘅村莊，從俄軍嘅手中重奪附近嘅地區，總共有6個嘅村莊。隨住烏克蘭奪回更多嘅土地，俄羅斯總統普京誓言要令到兼併嘅4個地區局勢趨於穩定。日前急急撤回減稅方案嘅英國首相卓維斯，週三喺執政保守黨週年會議上面發表演說，答應帶領國家渡過風高浪急嘅日子，又誓言要對抗反對經濟增長嘅勢力。不過喺整篇嘅演說裏面，佢冇再提出任何嘅改善經濟同埋遏制高通貨膨脹嘅建議。最新公布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卓慧思嘅民望再創新低，越嚟越多選民認為上一任嘅首相約翰遜比佢做得更好。今年8月，俄羅斯政治學家杜金嘅女兒杜金娜慘遭到汽車炸彈炸死，葬身於火海，震擊咗全球。由於疑犯係烏克蘭籍嘅女子，烏克蘭政府一直都否認有份參與暗殺，殊不知事隔多月就被打臉。我哋一齊同巴士的報嘅總編輯李彤傾傾啊，李彤你好。你好啊，咁紐約時報咧就報道話，雖然烏克蘭咧就連番否認牽涉杜金娜嘅暗殺案，但係美國情報機構咧喺上個星期嘅政府內部分享會上透露，烏克蘭政府嘅部分人員授權暗殺。咁官員咧就強調，美國事先並唔知道烏克蘭政府嘅暗殺計劃，未有提供任何嘅情報或者係援助。咁如果烏方提前徵詢美方嘅意見，佢哋會提出反對，咁擔心俄羅斯會趁機報復，擴大衝突㗎。報道又指啦，自從俄烏衝突以嚟啦，各大樓同情報機構向烏克蘭方面分享咗大量嘅敏感戰情報㗎戰場嘅情報，咁但係烏克蘭人就甚少透露佢哋嘅計劃執行嘅秘密任務。咁與此同時咧，美國官員亦都唔係咁了解烏克蘭政府內部嘅權力關係，包括軍方、安全部門同埋澤連斯基辦公室。一位唔願意透露姓名嘅烏克蘭高級軍官就話啦，烏克蘭軍隊咧係喺當地武裝分子嘅幫助之下，喺俄羅斯控制嘅烏東地區，對於俄羅斯官員同埋係同俄軍合作者進行暗殺同埋係襲擊，包括今年8月咧就向赫爾松地區領導人下毒㗎。咁但係美國官員就認為暗殺杜金娜咧係烏克蘭政府咧至今為止最大膽嘅行動之一。呢個表明烏克蘭可以非常接近俄羅斯嘅知名人士，佢哋擔心呢一個嘅行動或者會擴大衝突，咁激嬲俄羅斯對烏克蘭高級官員嘅實施報復。報道就話啦，烏克蘭危機正係處於一個特別危險嘅時刻，美國一直都試圖避免同俄羅斯方面發生不必要嘅升級，咁包括咧就係話俾烏克蘭方面唔好使用美國設備或者係情報喺俄國嘅境內進行襲擊。有美國官員就更加認為，現階段壓制危險嘅冒險主義同埋係政治暗殺至關重要。咁雖然係咁，種種跡象就表明美烏之間嘅關係依然牢固。烏克蘭總統顧問
波多利亞克接受紐約時報採訪嘅時候，否認烏克蘭政府同杜金娜遇刺案係有關。咁佢話，對於特種部隊而言，烏克蘭境內嘅賣國者同俄軍代表有較大嘅價值。杜金娜並非烏克蘭戰術或者係戰略目標㗎。紐約時報就補充話，雖然杜金強調佢嘅女係暗殺目標，但係美國官員懷疑有普京國師之稱嘅杜金先至係呢一次行動嘅真正目標，因為執行任務嘅特工認為杜金同埋杜金娜當時係坐喺同一架車上邊㗎。咁睇翻資料，俄羅斯早喺8月21號公布調查結果，調查人員就認為呢個係一場有預謀定製嘅罪行，咁涉事汽車底部被人安裝咗爆炸裝置。俄羅斯聯邦安全局提到，烏克蘭特勤部門準備同實施暗殺計劃。涉嫌人呢係一名出生於1979年嘅烏克蘭公民，另有一名烏克蘭嘅公民叫做齊加連科，亦都係攞同啦參與咗杜金娜嘅遇害案有關㗎。烏克蘭方面第一時間係否認呢個指控。澤連斯基8月23號就話啦，呢個絕對唔係佢哋嘅責任，咁佢唔係佢哋國家嘅公民，咁對佢咧就冇興趣，而佢當時都唔喺烏克蘭境內㗎。換言之，美國情報機構嘅評估變相咧亦都踢爆咗澤連斯基同埋烏克蘭政府係講大話㗎。唔該晒李彤。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7月1日喺香港發表嘅重要講話指出，未來5年係香港開創新局面、實現新飛躍嘅關鍵期，寄望香港不斷增強發展動能，主動對接14-5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等嘅國家戰略。李家超喺論壇以視像嘅方式致辭，佢表示由市場波動去到貿易摩擦，新冠疫情去到地緣政局，世界正經歷8年未有嘅大變局。香港作為高度外向型嘅經濟體，經濟環境受到外圍因素嘅影響，但係指出香港擁有一國兩制得天獨厚嘅制度優勢，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得以跨越各種嘅困難挑戰，越強愈強嘅成功機制。有信心香港可以同其他大灣區嘅城市能夠互補互助、緊密合作，可以做得更多，一齊共創新篇章，向全球說好大灣區嘅故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講，從地緣政治以至去到環境經濟吹淡風，甚至係寒風，香港作為全開放嘅細小經濟體，情況唔會陽光明媚。外圍嘅經濟疲弱，影響本港出口連續4個月下跌。陳茂波喺論壇致辭時表示，環球加息，香港嘅息率仲會上升。借貸成本增加，對前景信心轉弱，投資同埋消費謹慎，投資嘅情緒同埋資金嘅流向，令到股市同埋樓市受壓。喺本地嘅角度，短線而言，經濟難以有好嘅表現，估計今年全年嘅經濟係會負增長。積金局預計受疫情影響，未來僱主拖欠強積金供款嘅情況可能持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被問到當局會唔會考慮重推保就業嘅計劃時候，佢回應指保就業嘅計劃有特殊性，係受到疫情嘅衝擊下，政府推出一次性嘅安排嚟嘅，強調有關拖欠強積金嘅問題，積金局係會按法例追回，確保員工嘅權益受到保障。喺本港有數十間分店嘅海絲餅店拖欠部分員工嘅8月份工資同埋強積金供款。
孫玉菡表示，勞工處已經跟進，確保員工嘅福利係唔會受到影響。處方亦都接觸咗僱主了解情況，同時促請僱員主動聯絡勞資關係科提供協助。2019年8月底，荃葵青大遊行之後，有示威者喺荃灣區堵路，同警方對峙同埋衝突，三男兩女，事隔2年之後被控非法集結同埋襲警等罪。經過審訊之後，全部被裁定罪成。裁判官李志豪今日喺西九龍裁判法院指，唔能夠忽視當時正值社會事件此起彼落之時，但考慮到本案一論證師造成咗延誤，判處2名嘅女被告監禁11個月，其中正因中大2號橋暴動案服刑嘅23歲女子，部分刑期准予同暴動案同期執行，即係加禁8個月。餘下3名男被告因需要隔離，無法出庭，押後去到10月19號聽取求情同埋判刑。2019年10月1日，多區均有反修例示威嘅活動。一對年輕嘅情侶喺沙田參與暴動，佢哋否認控罪。經過審訊之後，今日同於喺區域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法官謝沈智慧喺裁決時斥2名嘅被告自辯嘅解釋自相矛盾，令人難以置信。當時嘅情況猶如戰場，現場嘅煙霧彌漫，濃煙高聳入雲。佢哋就表示唔知道發生咩事，說法天方夜譚，並下令2人還押去到11月30號判刑。每日嘅焦點新聞就講到呢度。